今天又做了鲜奶油面包，因为我闺蜜暗示我说这个鲜奶油面包看着就好吃，其实我也馋很久了，满足她就等于满足我。今天没用面种，就直接法揉面的，晚上开始揉面，但是没熬夜，正好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上班族如何不熬夜做面包。看我做的这个面包，这还是放到第2天的，还是非常的松软。先揉面，除了黄油，其他材料放入厨师机里5档揉10到15分钟，揉到面团出筋了，再加入黄油，最后揉到9到10分筋的状态就可以拉。就是这种面团可以拉出薄膜，破洞有非常少量的锯齿或者没有锯齿。揉面最关键的就是控制面温，这种面包面温不要超过28度就行。那刚好我今天失策了，没控制好面温，那就告诉大家一下，如果面温高了，就把面放到冰箱冷藏10分钟，然后拿出来折叠几下，因为表面和里边的温度肯定不一样，折叠几下让它里外温度均匀，然后再测一下，如果温度是在28度以下就可以发酵了。一发的温度还是跟平时一样的，不超过28度，给它发酵到2倍大，按下有非常轻微的回弹，这样就发好了。给它直接倒出来，分割成60克一个的小面团。接下来请注意是重点了，因为这个面团我今天晚上不做，所以我要给它排气再滚圆。平时发好的面团我都会告诉你们不用排气，直接滚圆，这样面团松弛的时间就不需要那么久。但是因为这个面团需要放到第2天，要松弛的久一点，所以就要把气排了，然后再滚圆。然后如果第2天你要上班，那就先放冰箱冷冻，第2天早上从冷冻拿到冷藏，让它在冷藏解冻并松弛1天，这样等你下班回来就可以继续整形2发了。如果你第2天一早就做，那就不用冷冻，直接放冷藏，让它冷藏松弛1晚上就可以了。不过第2天从冰箱取出需要回温一会儿，等它没那么冰了，温度能达到10多度了，就可以整形2发了。还有一种情况，分割滚圆后第2天我没时间做，我想放到第3天再做，也是可以的。这种甜面团直接冷冻个2-3天都是没问题的，直接冷冻取出来回温也是可以的，就是解冻的时间会比较久，可能要1个多小时。这个面团的整形也比较简单，翻面以后上下对折，然后捏紧接口就行了。需要注意的就是揉好的面团一定要是比较软的，如果面团不够软，接口就很容易开。比如像这个样子，还没发酵完，它底部这个接口就开了。所以揉面的时候液体量一定要根据面团的情况调整。整好型以后就把接口压在底部，然后放在烤盘上去发酵，发酵温度不超过38度，发到2倍大，就在面团的表面刷牛奶或者刷蛋液都可以。然后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上火200，下火180，烤10到12分钟。我会放一个石板烤，是因为石板保温性好，放在上面可以缩短时间，再加上这个卡式 750S 新升级版的烤箱特别给力，所以这个温度我烤10分钟就出炉了。这个烤箱还有一点对家用来说特别好，就是它下发热管可以抬起来，方便清洁。它还是平炉封炉一体机，功能很齐全，对于烘焙发烧友来说真的完美。现在刚好38节有活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卡式旗舰店跟客服报暗号幸福的眼泪享受最低优惠。面包出炉以后震一下烤盘，然后把面包放在晾架上晾凉。因为我是当天晚上做的，所以我烤完就没加奶油，在密封的环境里放了1晚上，第2天面包还是非常的松软。而且我其实是最喜欢吃第2天的面包的，刚烤出来的有酵母味儿，第2天所有食材都融合了1晚上，面包会比刚出炉的更好吃。把奶油加糖给它打发，打到没有流动性了，但是还是很顺滑的状态。然后把面包中间给它切开，但是不要切断。把奶油挤上就可以了，挤多少那就是看自己口味了，当然要多多的挤啦。然后再用抹刀刮一下，给它刮平整。如果你的奶油刮完以后表面比较粗糙，那你就把抹刀加热一下，用热的抹刀去刮它，这样表面就很顺滑的状态了。最后可以在表面薄薄的筛一层糖粉。完成啦！我先替它吃吧，这一口下去真的太满足了，果然还是吃甜的能让人开心啊。好了，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要帮我点个赞哟，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拜拜。我又回来了，看这个面温比较高的面团组织还是有点粗糙的，所以还是要控制好面温。